我们养海水缸使用的消化菌，可以这样子换吗？就在2个月前，我换消化菌了。这个鱼缸原本的消化系统，就跟大家一样，使用单一菌种。距离上次换消化菌也有1年8个月。这是为什么会换菌种？是因为之前有一位鱼友推荐我改用这款莫尔的消化菌，但是鱼缸一直算稳定的状况，所以我也没有在意要不要更换。直到我的鱼缸 NP 数据接近双0后，你跟鼻涕藻有滋生的现象，水质也不像之前那样清澈，所以也有在考虑要不要换个更好的。那我们养海水缸使用的消化菌可以这样子换吗？大家都只是单独使用一种牌子，还是多元使用呢？我有在频道里面做了一个200人的问卷投票，结果问卷显示200人当中有120人都是使用单一的菌种在养，有38人几乎没有再加消化菌。这38个人的鱼缸应该已经是很稳定的建立了消化系统，所以可以不用再加任何菌种。结果有4个人是水质出状况就会更换，看来我会变成第5个。那到底能这样换消化菌吗？其实就像马来西亚小马说的，100种人就有100种的样化，没有一定的规则。重点就是使用任何方式之后，成果如何，这比较重要。鱼缸会不会发生变化？像这个投票结果表示，多数人都还是持单一菌种的观念来说，表示这些多数人都还没有退坑。不然就是要请教使用同厂牌的鱼友指导，当然前提是学习它使用的剂量、时间跟后果来评估。然后那时候我增加了一个小造景，想说再去水族馆找1、2个硬骨来摆放，所以我又再度前往海派来寻找整丛的硬骨了。来到水族馆后，有发现货架上刚好有朋友说的那款消化菌，就顺便请教了一下海派的王老师，他很热心的帮我介绍这款消化菌，然后我有稍微侧录了一下，当然事后有经过他的同意才开始剪接。那下面来听听看他怎么说。而且这个鱼友是很爱浮潜的，所以他会自己去马路起留下来，什么种什么死什么。但是他现在缸子是满到黑花环大到这样，他就说，真叫我差。这个骨的缸壁通常都是满满的钙，你爱用滤镜。你看它没有钙，它钙这么少，我们还没刷哦，你就知道说它其实它的分解能力很强。然后你只要不要看有骨的东西，你看这个是 LPS 的 ，LPS 的背部更干净。然后主缸的也是啊，主缸后面的这5小缸后面也都是干干净净。对，那水质都很清。我们每个礼拜国外进出口，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菌种要很重要，不然我们也会很怕。一死掉的话，我们都亏很多。当然了。所以你们现在所有的缸都是用这个？都是用墨水。像这个水族馆有4、5个硬骨缸，还有各种的高价软体缸。如果他们都是这种消化菌，那么我应该也不用太担心了。就像开餐馆的老板，如果不敢吃自己店内的食物，你觉得你还敢吃吗？我拿回来了3个硬骨，也带了消化菌回来了。老板说换水之后开始使用，第一次各下40滴，之后连续1周每天下20滴，再来就每周加1次就可以了。我原本想说吓死了，40滴那不是消耗量很大吗？后来发现滴管很细，40滴也还不到1ml，还好。
然后换菌后，明显的 NP 有稳定的在下降，缸底的红泥也不见了，鼻涕的现象也没有再看到了。最明显的是蛋白基的收集盒，之前到这个量是2天一次，现在收集这个量变成1个月才会这样。然后很奇怪，我之前红滴基进缸通常不会超过1周就摆掉，这次竟然存活了1个多月了。还有之前想都不敢想的铁牛，进了2株也都神奇的活了下来。现在所有软体都开得很狂野，比较特殊的股像奥乐缸，我也都敢进了。这次换菌种算是成功了，以我的侧滤缸来说，能够养到这样，我也很满足了。